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仗着龙皇骨甲和远古虫皇衣，正面硬刚四天尊。很快，四天尊就扛不住这种拳拳到肉的打法，他决定施展出自己的化血大法大噬血术，力保一击将萧炎轰成碎渣。秘法一出，四天尊就从一转斗尊巅峰暴涨到了3转。这个功法的后遗症非常大，1个月内四天尊将会陷入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步，随便来个斗王都能轻易的杀了他。所以这一击，四天尊势在必得。萧炎能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力量，他手掌一抹，4团异火和1团化生火浮现，5头100丈庞大的火林凝聚成型。四天尊冷哼一声，一道将近1000丈庞大的血印拍向萧炎。萧炎，看本尊一掌将你拍成虚无！见5轮离火盘和血印撞击在一起，四天尊刚想后退，背后却猛地传来一股寒意。萧炎的突然出现让他眼瞳陡然一缩，大天造化掌一出，四天尊吓得连忙施展出血魔袈裟一挡，但残余的劲风依旧将他打得鲜血直喷。见四天尊想趁机逃跑，萧炎瞬间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朵4色毁灭火莲出现，结束了。四天尊心头一凉，萧炎接连施展出的3次斗技都达到了天阶，并且配合得十分完美，难怪魂殿那么多强者都栽在了这小子手中。毁灭火莲狠狠地轰击在四天尊身上，可怕的火焰风暴中传出一道闷响，被火焰包裹的四天尊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射进深涧的血海中，斩草便要除根，一道火柱自萧炎手中射出，一片血肉模糊的四天尊虚弱地睁开双眼，他手指一动，将掌心中的玉简捏碎，一个空间黑洞瞬间吞没他的身体。萧炎没想到四天尊居然这么抗打，在吃了这么多记攻击后还能存活。不过即便日后四天尊治好伤，也必会留下后遗症，将来更是再难有进步。接连解决掉2名魂殿天尊，萧炎的脸色也有些苍白。他看着不远处的战场，弹出10道极度炽热的火柱，顿时天空上响起一片片凄厉的惨叫声。魂殿强者见大势已去，连忙架起黑雾逃命。失明宗的人和其他宗派强者连忙向萧炎求饶。萧炎让那些墙头草拿失明宗的人头来一命换一命，很快失明宗便死伤惨重，彻底完蛋。萧炎落在玄黄要塞的城墙上时，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响起。彩铃笑萧炎又做了回孤胆英雄。萧炎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闻言摇头一笑，爹爹威武。萧炎看着冲他挥手的小潇潇，一把将他抱在怀中，狠狠给了他一个嘛。突然小潇潇眉心处的蛇纹一亮，一条七彩吞天蟒出现，冲着萧炎欢快地吐着蛇信子。七彩吞天蟒的灵魂借着潇潇的身体再度重生，而作为回报，他的力量能够完全被潇潇借用，也就是说潇潇一出生便是斗尊强者。但这毕竟是借来的力量，他萧炎的女儿可不能光依靠别人。潇潇正是体质最柔软可塑的时候，作为炼药师的萧炎正好能给他一个最完美的修炼条件。见萧炎将潇潇看得这么重，彩铃冷艳的脸也出现些许柔和。当年萧炎送来的丹药已经给潇潇塑造了不错的体质。萧炎摇摇头，那种品阶的丹药以他现在看来自是不达标。突然旁边有人说7品巅峰的玄谱筑基丹筑不错，可惜就算他出手也只有40%的成功率，怕是只能盟主亲自动手。萧炎看向走过来的古河，拱了拱手，古河大师别来无恙。古河对于当年炼丹输给萧炎一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现在他已经是7品高级炼药师，好不容易再见萧炎，就有点想找回场子。彩铃向萧炎介绍古河身后的几位炼药师，还夸赞古河是丹堂的顶梁柱。而后他传音给萧炎，这些年炎盟的发展太过依赖丹堂，导致丹堂一些高层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炎盟。彩铃毕竟不是炼药师，在他们的心中威望也不及古河。萧炎很清楚炼药师一向很有优越感，彩铃和萧鼎他们不是炼药师，自然无法让他们信服。而古河虽然为人正直，但却并不具备御下的本事，这才培养出丹堂的骄狂之气。不过现在他萧炎回来了，这些人他自会好好整顿一番。不知古河大师可听过伊始丹？古河和他身后的炼药师一脸惊疑地看向萧炎，莫非他已经能够炼制8品丹药了？萧炎指示古河，让他召集丹堂所有的炼药师，明天他会当众炼丹，谁若未到，立刻逐出炎盟。随后他的语气陡然严厉，他当年离开时给了丹堂其他堂门不具备的权利和便利，但如今丹堂7品炼药师却不超过5人，这种效率太差了。
古河心头一震，对于丹堂的风气他也有所知晓，只是并未去多加管理。现在看萧炎的样子，怕是要整顿丹堂了。古河离开后，彩铃有些担心，这样会不会让那些炼药师心生不满。在萧炎眼中，那些炼药师都是些不入流的，放在中州怕也就是刚好混口饭吃。正好他打算给潇潇炼药，顺便就整顿一下丹堂，否则丹堂迟早要成为炎盟的毒瘤。彩铃点点头，这些年他也受了不少丹堂的鸟气。他告诉萧炎，丹堂还有一些长老没有出现，那些才是真正的刺头。其中有2名后加入的7品炼药师，简直嚣张到没边了。据他的情报，那些人还曾将丹堂的丹药偷偷贩卖，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抓到证据，所以不好动手。玄黄要塞是炎盟除了加玛帝国外最重要的据点，丹堂基本80%的人都在此处的分堂中。炼药师们对于萧炎插手丹堂之事十分不满，法码让古河不要多管什么，以萧炎的手段，该下狠手时绝不会心软。再说了，以萧炎现在的实力和眼光，还真不一定看得起现在的丹堂。这一次丹堂注定要大换血。好在古河虽然不擅长管理，却没有掺和进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不然怕是连他也难逃此责。法码让古河安静地等着，明天就是那些家伙倒霉的时候。丹堂的炼丹广场上，古河、法码等人早早就来此等待。萧炎出现在一座高耸的石台上，今日开鼎，炼制8品丹药，各位尽量观摩，对你们日后也有数不尽的好处。说罢，萧炎直接盘腿而坐，准备动手炼丹。就在这时，丹堂中最大的2个搅屎棍柳昌和乌镇出现。萧炎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缓缓扫过，既然来了，那便先行坐下吧。萧炎收回目光，紫褐色的火焰冲进药鼎，一股浩瀚磅礴的灵魂力量以萧炎为中心弥漫。炼药师们脸色一变，浓郁的敬畏从他们眼中浮现。伊始丹是号称能够引来5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这种级别对萧炎来说已经不具备什么困难度。很快3天就过去了，这3天越来越多的炼药师闻风赶来，将丹堂上下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第8天时，万里无云的天空上传出一道闷雷声。萧炎睁开眼时，乌黑的雷云在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转化成绚丽的5色雷云。古河叹了口气，心中有些挫败，难怪云云始终钟情于他，这等天赋他自认无法达到。见萧炎炼丹成功，众多炼药师脸色涨红地喊着盟主威武。萧炎微微一笑，手掌轻压，顿时全场鸦雀无声。萧炎此番前来丹堂炼丹只是其一，丹堂与炎盟乃是一体，和其他堂门并没有高低之分。但这些年有一些人滋生骄狂之气，视炎盟于无物，导致内部失和。萧炎拿出一份名单丢给彩铃，让他念出那些人的名字和罪名。柳昌和乌镇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脸色一白，他们没想到炎盟竟然真的舍得对7品炼药师出手。听到萧炎说名单上的人都按规矩处罚时，他们俩猛地站起身，说丹堂能发展至今，他们居功至伟，萧炎如今莫不是想要过河拆桥不成？见萧炎说功不抵过，柳昌乌镇拂袖而起，混账，谁稀罕你这丹堂长老，老夫不干了。说罢，他们大声喊着，可有人随他们走。很快，他们的亲信和名单中的人连忙跟在他们身后。盟主大人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告辞了。见柳昌等人准备就这么走了，萧炎笑着问彩铃，私自判处炎盟之人是何惩罚？杀无赦。柳昌等人的身体陡然僵硬，怒骂萧炎，难道还真想杀了他们不成？萧炎双手负于身后，他的声音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响起，炎盟有属于他的规矩，若因故有人要退出炎盟，自然可行，但若是犯了事，便想以此为借口来逃避严惩，未免将炎盟看得太过儿戏。这些年他们2人嚣张跋扈，扰乱丹堂，现在一句退出就想了事，那炎盟日后还有何存在的必要？面对那些来抓人的炎盟强者，柳昌和乌镇强行震开他们，就想逃跑，但有萧炎在，别说是他们，就是魂殿强者在此也要被扒一层皮。只见萧炎手掌一握，柳昌2人所在的空间瞬间凝固。到了这时，柳昌乌镇终于感到恐惧，他们连忙向萧炎求饶，说自己日后一定对炎盟尽心尽力。萧炎让人将他们带下去后，突然喊着古河的名字。古河身为丹堂堂主，丹堂如今这般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从今日起，古河由堂主贬为副堂主，法码则由长老升为新的丹堂堂主。有罚自然也有奖，
萧炎拿出一篇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，这法诀能够帮助炼药师突破到8品，所有丹堂7品以上的炼药师在达到一定贡献后都可修炼，其他等级稍低的人在有所贡献后也能得到一部分。灵魂力量对炼药师来说极其重要，很多炼药师连灵魂能够修炼都不知道。如今萧炎拿出的东西让他们双眼发红，法玛和古河紧紧握着卷轴，这个时候的他们为了炎盟绝对能够肝脑涂地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都到这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